欢迎来到杂学咖啡馆，我是说书人 K。最近一首刀郎的新歌《罗刹海市》红遍了网络。事实上，这个名字出自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。很多人在聊天时可能都会提及这个话题，除了通过歌词揣测其中的各种深意以外，听我来为您讲述一下《罗刹海市》的原文到底讲了些什么。小说通过一个荒谬的故事，讲出了蒲松龄对现实社会最著名的经典判断：花面逢迎，视情如鬼。标题中罗刹和海市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地方，大罗刹国和海底龙宫通过主人公马季的海外游历，表现同样一个人物在不同国度有着天差地别的遭遇。小说的主人公马季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异常俊美，风度翩翩，喜欢歌舞，常跟梨园子弟在一起，绰号俊人，很像现在影视舞台上的小鲜肉。他的美使他在两个国家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。马季是《聊斋》中首屈一指的美男子，他的美不是阳刚雄浑、赳赳武夫之美，而是文弱书生之美。罗刹海市的构思中心是只斥以丑为美的世道，马季的美就不单纯是为了描写外貌，而对整个小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如果马季不是美男子，就不能显露美丑颠倒的大罗刹国；如果他不是美男子，就做不了龙宫驸马。美男子马季的海外奇遇，既讽刺了以丑为美、黑白颠倒的社会，又表现了蒲松龄对人生和爱情的浪漫幻想。第二，马季是商人的儿子，虽然文章写得好，14岁就考中秀才，却要学做生意。父亲对马季说，就凭这几本书，饿了不能煮来吃，冷了不能穿身上，还是继承爹的事业做生意吧。马季学做生意，跟人出海，被狂风刮跑，漂泊几昼夜，来到一座都市。那里的人非常丑，看见了俊美的马季，反而以为来了妖怪，一边叫嚷一边逃走。马季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时很害怕，可等他发现这里的人害怕自己，反而就棍打狗，欺负起当地人。遇到有人吃东西，他就故意跑过去，把吃东西的人吓走，这样他可以吃剩下的食物。马季流浪到一个山村，村人比起城里人好看点，这一点很有趣，越是穷乡僻壤，越是比大都市的人漂亮。马季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丑的都穿得漂亮，像有钱人；凡是多少像点人样的，都是破衣烂衫，像乞丐。马季在树下歇息，村人不敢靠近，远远地望着他。时间长了，村人觉得马季不像是吃人的妖怪，便稍微靠近点。马季笑盈盈地跟他们搭话，语言虽然不同，但仍能听懂一半。马季表明他是从中国来的，村人奔走相告，原来这个外来的怪物既不打人，也不吃人。不过长得很丑的人还是不敢靠近马季，多少像点人样的才敢靠近他，给他送来酒水食物。马季问，你们为什么怕我？村人回答，听祖父说，西去2万6千里有一个中国，人们相貌奇形怪状，现在看到你，我们才信了。马季又问，你们为什么这么穷？村人回答，我们国家不看重文章，只看重形貌，长得最漂亮的为上卿，差一点的做地方官，再差一点的还能够得到贵人宠爱，得到残羹冷炙，养活妻子儿女。像我们这样长得丑的，刚生下来时父母都认为不吉祥，常常被丢弃，那些不忍心丢弃的都只是为了传宗接代。马季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国家以丑为美，以美为丑。马季接着问，你们这是什么国家？罗刹国。多么有意思的国家名字。罗刹是佛经对恶鬼的称呼，既然以恶鬼为国名，看来这个地方的形式就完全按魔鬼章法来了。马季请求村人带他到都城看一看，村人于是把他带到罗刹国的首都。这里的建筑物都用黑石做墙，颜色像浓墨染成。请注意，这色彩不是随便写的，黑色意味着黑暗，罗刹国可真是两眼一抹黑。是指百官退朝，王宫里有打着罗伞的车子出来，村人指点说，这是宰相。马季一看，宰相的2只耳朵像驴马一样长，3个鼻孔，睫毛像厚帘子覆盖在眼睛上，简直丑得登峰造极。又有几个官员骑着马从宫中出来，村人说，这是贵族。对所有出宫的官员，村人都一一指明官职，个个长得狰狞古怪，规律是
官位稍低一点，丑恶程度就好一点。作者蒲松龄这就是在讽刺他所处的社会，越是丑恶的人，越能得到高官厚禄。马季在罗刹国的首都看了一会儿，街上的人看见他，吓得又嚷又叫，连滚带爬，好像看见怪物一样。同行的村人百般解释，他们才敢在远处惊疑不定地看看。一个美男子竟然成了妖怪，这就是罗刹国的风俗。马季回到山村，罗刹国上上下下都知道山村来了一人，地方绅士和官员都想长长见识，便让村人邀请马季前去做客。村人邀请了，他们却认为马季太丑，不放他进门。马季每到一家，看门人就关起门户，无论男女，都只敢偷偷地从门缝窥视他，悄悄议论。马季跑了一整天，没有一家肯放他进门。这时村人说，这地方有个执戟郎，曾代表先王出使一国，他见的人多，或许不会怕你。执戟郎是宫廷侍卫官的称呼，由于站岗时手中执戟，所以叫执戟郎。村人带马季去拜访，执戟郎果然很高兴，把马季奉为贵客。执戟郎看上去80、90岁的样子，长得眼球突出，胡须卷得好像刺猬。他说，我年轻时奉国王命令出使过很多国家，唯独没有到过中国。现在我已120多岁，又荣幸地看到上国人物，这是不能不奏明国王。不过我退休回乡，已经10多年没有踏进朝廷。明天一早，我为您走一趟。说完，设宴招待马季。喝过几杯酒后，执戟郎喊出10几个歌姬舞女，轮番歌舞助兴。歌姬舞女白绸包头，红舞衣拖到地面。他们唱的什么曲儿，扮的什么戏，马季一概不明白，只觉得腔调古怪，节奏离奇。执戟郎却看得很高兴，顺口问道，你们中国也有乐曲吗？马季说有，于是便敲着桌子，打着节拍，随便唱了一支曲子。不料执戟郎听后大喜，真新奇呀，像是凤鸟啼鸣，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。第二天，执戟郎急忙上朝，向国王推荐马季。国王欣然下诏，想召见，却有大臣拼命拦阻，说马季相貌古怪，恐惊龙体。国王只好作罢。执戟郎出来告诉马季，替他惋惜。马季准备以本来面貌，也就是中华美男子的面貌朝见罗刹国皇帝的想法，就这么失败了。有一天，马季和执戟郎喝醉了，马季把煤灰抹到脸上，扮作张飞，舞起剑来。执戟郎见了，仿佛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说实在太美了，请扮作张飞的样子去见宰相，必定会受到重用，高官厚禄不难到手。马季说，我闹着玩，假扮张飞可以，一个正派的人怎么能改变面貌去谋取高官厚禄呢？这话虽有哲理，但执戟郎却坚持要他这样做，无奈只好答应。这个情节说明，在奸佞当道、以丑为美的社会，戴上面具，隐藏起自己的真实面貌，是往上爬的人必走之路。正人君子也不得不装出小人鬼面，才能适应时势。就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人格面具说，人为了求得社会认同，必须戴上面具，隐藏本来的面目。画皮里的恶鬼披上美女画皮，罗刹海市的美男子把自己变得丑陋，才能获得重用。回到我们的故事，执戟郎设宴，请当权大官喝酒，叫马季画好黑脸等着。不一会儿，客人来了，执戟郎喊马季出来见客。客人惊讶地说，太奇怪了，怎么原来那么丑，现在这么俊？于是和马季一起喝酒，喝得很高兴。席间马季一边翩翩起舞，一边唱江西的弋阳曲，也就是昆曲的前身，在座的人无不欣赏佩服。第二天，达官贵人纷纷向国王推荐马季。国王以隆重礼节召见，向马季询问中国治理国家的经验。马季做了细致的说明，国王大加赞赏，下令在行宫设宴招待。快要喝醉时，国王问，听说你擅长高雅的音乐，可以让寡人听一听吗？马季立刻起来舞蹈，模仿罗刹国歌女，白绸缠头，唱靡靡之音。国王非常喜欢，封他官职，此后经常请他到宫廷赴宴，给他很高待遇。时间长了，文武百官渐渐发现马季的面貌是假的，所到之处人们窃窃私语，不喜欢跟他打交道。马季也感到自己被孤立了，便给国王上书请求辞职。
国王不同意，只给了他3个月的假期。马季用驿站的车马载满金银财宝，回到最初的山村。村人跪地迎接，马季把带回来的东西分给跟他关系好的人。村人欢声雷动，说：“我们受了您的赏赐，下次赶海市一定弄些珍奇玩物来报答您。”马季好奇地问：“海市在什么地方？”村人说：“海市就是海中集市，四海鲛人聚集在海市出售珍宝。鲛人是神话传说中的人鱼。据《博物志》记载，南海有鲛人善鱼之鲛枭流出的泪水变成珍珠。”村人说：“海市上四方12国都来贸易，神仙也游戏其间。那里云霞遮天，波涛滚滚，贵人不用冒生命危险亲自去，就把钱交给我们，让我们代买奇珍异宝就好了。现在赶海市的日子也快到了。”马季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村人说：“每当海上有红色鸾鸟飞来飞去，7天后便有海市。鸾鸟是中国古代的吉祥鸟。”马季说：“我跟你们一起去看看。”村人劝说：“您是贵人，应该保重自己，不要去。”马季说：“我本来就是航海经商的人，怕什么风涛？”到了出发那天，马季和村人一起装货起航。那船可以容纳数十人，平船底，高栏杆，10人摇橹，劈波斩浪，飞驶如箭。3天后，远远看见云雾缭绕，水波荡漾中，亭台层层叠叠，贸易的船只纷纷聚集，就像蚂蚁般密密麻麻。不一会儿，船到城下，只见城砖有1人多高，城门楼高接云天。村人把船系好后，领马季进入海市。只见海市上所陈列的都是奇珍异宝，光明耀眼，世间罕见。这时，有个少年骑着骏马来到，人们纷纷躲避，喊着：“东阳3世子来了！”所谓世子，就是龙王正妻生的儿子。3世子经过马季身边，问：“这位是外国人吧？”随从的下人立即过来询问马季是哪里人。马季在路旁向世子施礼，说出自己的国籍和姓名。3世子高兴地说：“承蒙您屈驾光临，咱们缘分不浅。”说完给马季一匹马，请他与自己并马同行。他们出了西城门，来到海岸边，坐骑嘶叫着向水里跳去，吓得马季哎呀一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